大小事，关心全民身心健康。是，所以呢，接下来2个星期，我们将会与你分享抑郁症以及焦虑症的重要资讯。抑郁症的症状你清楚吗？谁有较高的几率患上抑郁症呢？哪一些话绝对不能对患者说？还有中医食疗和头部按摩，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你知道吗？其实呢，15个人里面呢，就有1个患上抑郁症。是要坦然向身边的人说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啊。是的，那有一些患者终于就鼓起勇气呢，把心里要讲的话讲出来。没错。然后听的人呢又不了解，所以就讲一些很难听的话，造成2度伤害。其实呢，只要有足够的知识呢，我相信就能够避免这一切了哈。而且也刚好年底佳节要到了，有很多聚餐聚会啊。是。我们利用这2个礼拜多多恶补，说不定呢就能够多聆听啊，也能够帮助身边的朋友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关键人。哎，说的没错，所以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够请到我们的嘉宾，那就是精神及心理专科林文龙医生，欢迎赖宇涵 Jasper， 还有好久没见的王玉香，欢迎，来，请坐。哎呦，很开心。是，今天聊这个话题啊，相信大家都是有些体会了哈。所以今天想请问一下2位嘉宾，你们对心理健康会不会很注意的？哦，非常注重。所以我一旦察觉到自己不开心，不对了，钻牛角尖，对我就要开始去找一个朋友，去把心里的垃圾全部丢出来。即使我那么注重心灵健康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前几年我在国外做了一个案子，可能就是很多压力，总之就是很不开心就对了。想起来还会流泪了，这时候尽量不要啊。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就非常不想做这个 project， 我就去了阳台那边，我就深呼吸嘛。我就觉得自己很委屈，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念头啊，一切告诉我，你看你现在在8楼，你这样子跳下去，你应该不会死，可是你就有办法不做这个案子。就是代表说我心灵的痛苦，已经远远超越过我对肉体的那种疼痛。对。那一刹那的我，突然间有被我自己吓到，我就清醒，我就又去找朋友，又这样还好嘞。对 ，OK， 那玉香呢？对，我其实不是抑郁症，我在10年前看了医生之后，就已经被诊出是焦虑症。我现在还在服药，已经10年了。当时是什么情况？可以分享？我刚开始看医生的时候，他其实跟我说，其实，在10年前我已经有这个病状潜伏在里面，只是他没有发作。是这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是我爸跌倒，他中风了。那当时是我第一个人到现场。所以我目睹一切，从那边开始我就害怕，有时候会觉得昏暗，就好像你随时都会晕过去，晕倒，害怕冒冷汗这些，世界末日的感觉啦。对，那种感受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那之后你再去那个地方，你会有一种，我根本不敢走过那个地方，就是我爸跌倒的那个地方。那我尝试，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克服这个问题。1个礼拜后，我就是尝试走过那边。我发现我2只脚是发软的，不行了，不行的，不行。好，那么想请问一下医生啊，就是抑郁症它基本上是一个怎样的表现？简单来讲呢，抑郁症就是说好像持续的一个不开心、情绪低落嘛，对周遭的东西都没有兴趣。可是重点就是呢，其实抑郁症很多人以为就是开心不起来，可是抑郁症的反面其实不是开心，而是动力。OK， 所以跟开心反而不是那么直接，是跟动力啊，不只是不开心不只是，还有加动力，对 OK，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确定一个人是患上了抑郁症？对，所以我们要看那些标准。当我们了解它的标准的时候，就可以更了解什么是抑郁症。通常来讲，我们就以那个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来做一个标准啦。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共有几项？有9项。首先，抑郁的情绪哈，对，抑郁情绪，老实说，它很笼统哎。那你怎么知道说我的程度是有达到抑郁的那个情绪？所以他的这个抑郁的情绪是必须是每天都有的，而且是一个比较深入沮丧的一种感觉。有些人天生就比较悲观，就天生就比较不容易快乐，这样就算吗？也不算，也要看他们本身性格是怎么样。可是，在抑郁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转变，所以是一个好像比较属于可以看到他们就从
之前原本的一个性格慢慢的改变，或者是甚至于有些时候是急性的改变。那第二是没有那个兴趣和愉悦感嘛，持续的也是一样，好像心情不好这样子，对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兴趣，没有愉悦感，甚至有些人他们连早上起来的动力都没有。哎，可不可以这样讲说，有些人心情不好会想要去吃东西，但是如果说他一个人心情不好，连吃东西的欲望都没有，那可能就是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第三呢？对，好像刚才一讲到就是食欲嘛，对吗？所以有时候没有食欲啊，他们就会好像体重减下来，减轻。可是有时候可能他们会暴饮暴食，以食物来作为一个安慰，心理上的安慰，是会，所以也可能会增加体重。那体重应该是在于就是1个月之内有5%的一个改变。当然，接下来就是一个睡眠障碍了，就是说很嗜睡或者是失眠都有可能。所以有时候他们抑郁的时候呢，可能真的睡个12个钟头还觉得很累的，是或者是完全晚上就睡不着。还有所谓的精神运动障碍啦 psychomotor agitation 激越或者是 retardation 迟缓。那激越方面呢，就可能看到一些病人啊，他们搓手啊，走来走去啊，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了有时候也没有注意到，抖脚算吗？抖脚也有可能有时候看到那个缓慢下来回应啊都全部慢下来，就整个迟缓那刚才我们也讲到动力嘛，所以动力不足的时候也会感到疲劳、精力不足，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症状之一。症状。接下来就是一个无价值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或者是内疚感。过度的罪恶感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有些妈妈会觉得，哎呀，我对我孩子不够好，其实她已经很努力、很尽心，可是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内疚。注意力集中力也是会丧失，有时候不能集中，做决策的时候可能会很困难。最后一项是最要注意的了。对，就是反复出现死亡或自杀念头。哇，所以这个是最担心的。那我想问一下2位啊，你们有没有曾经有符合过5项以上有跟我们这样的诊断？好像有，没有到5个哎，没有到5个。精神运动有障碍 ，maybe 懂。OK， 会疲劳吗？累，很容易累。那我可以问一下，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我当下我看到8楼楼下，我觉得哇，很想跳下去，这一个会属于要轻生或自杀。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症状9项之中要有5项，对，而且要至少有2周、2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这些5项啦。所以不是说只是一瞬间，而且至少1项要是就是我们看到的第1项抑郁情绪和第2项兴趣愉悦感明显减少。好，所以这一节呢，我们已经充分的了解了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症状。那么下一节呢，我们将请中医一起来跟我们多了解抑郁症。是。欢迎陈佩琪中医师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哈。是，那陈医师就是说抑郁症以中医来说又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呢？抑郁症呢，在中医呢是属于郁症的一个范畴。中医呢认为呢，抑郁症呢它的基本的一个发病机制呢是肝气郁滞不畅所导致的。所以呢，在中医方面，在抑郁症的分型呢，它现在不是很统一，但是呢，基本上呢是可以分成6大症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肝气郁结症，然后呢肝气郁结以后会化火就是气郁化火症。然后呢是痰气郁结症。还有呢就是肝郁脾虚症。然后呢心脾两虚，然后呢肝肾阴虚，这个6大症型。那么在临床上呢，最常见的就是刚讲的前2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肝气郁结症。那肝气郁结症呢，一般会表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心情很抑郁，胸口觉得闷闷的，吃东西方面就不想吃东西然后有时候呢一直叹气。那这个呢，我们在中医的治疗方面呢，就是要疏肝解郁理气调中。那第2个呢，就比较常见的就是气郁化火。我们中医讲有火了会怎样？性格会比较暴躁，对吗？就容易发脾气，很烦闷。然后呢，他还会有一些兼症呢，就是说，比如说口苦口干面红目刺，这么厉害。它热嘛身体的热气比较重嘛。然后呢，有时候呢还会有头目胀痛或者是便秘。当然，除了这个中药可以治疗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途径？除了一些中药的治疗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用针灸拔罐或者是耳针气功
推拿啊，或者是一些心理疏导啊，这样一些治疗的方式。气功的意思是说，他当事人打气功还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气功就是比如说用练太极拳，就好像打八段锦啊、太极拳啊。那医生，我也听说抑郁症的发生呢，可能是因为大脑的这个化学物不平衡，是真的吗？所以它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单一的那个原因啦。是那可以分成三大种类的一个原因，生物学因素啦，遗传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所以如果家族有这个成员有抑郁症呢，遗传那个风险就比较大。大脑物质与结构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抑郁症跟我们大脑的那个神经递质是有关系的。第二就是心理因素啦，有些人他们的性格就会比较容易导致忧郁症，比如说一些神经质水平比较高的，所以他们比较依赖性，比较不能够承受压力，自尊心比较低，都会比较容易有抑郁症，还有一些责任感过重的，其实也是会有抑郁症的一个倾向，再者有些人他们的认知模式就是很消极的，他们对于自己。对于未来，对于这个世界都是很消极的一个看法，所以就更容易得到忧郁症的。那想问一下医师如果碰到比较悲观消极的病人，你会怎么应对啊？在问诊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病人是比较敏感的，那我们就要讲话要很小心啊。当然，我跟他讲，你的脾胃不是很好，他就说，我的胃是不是坏掉了？是不是要去做胃镜啊？要去看西医，要做扫描？就是你还没有讲，他全部都已经讲。对，他已经想把这个胃的问题想到非常严重了。然后我们就要怎样去用一个安慰的一个心理去跟他讲，不是，因为我们中医讲的是功能，好像西医讲的消化系统，就是那个功能有问题，并不是说你的这个胃坏掉了，对，所以我们要讲话很小心。第三点就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因素啦，我们看到有些人可能失婚啊，家里有人过世啊，考试不及格等等这些压力事件，有时候也是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心情，诱发抑郁症。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被孤立啊，没有社交没有人来好像支持他们，尤其是老年人对，也比较容易得到抑郁症。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其他的因素啦，比如说酗酒啊、物质上的那个滥用、上瘾啊，这些都会导致抑郁症。有些药物，比如说高血压的药，也是可能会导致抑郁症，是一个风险。风险。那很多病人有慢性疾病，比如说癌症、糖尿病啊、长期高血压、心脏病，这些也可能诱发抑郁症。对，因为我觉得抗高血压的药也会，不是每一种都会啦，只是我们知道beta blockers 它可能在研究中显示是一个风险。而且我听说有个数据说，女性罹患这个抑郁症是高于男性，是真的吗？是真的。我们也不是说完全理解，可是可能跟女性的荷尔蒙有关系。当然，女性在社会她们扮演的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妈妈、孩子，而且她们也是比较感性，所以可能勇于讲出来，可能勇于去接受诊断。我也好奇就是有童年创伤的人，是不是比较高风险得到抑郁症？是的，我们发现那些年轻的时候有那个创伤心理创伤，尤其是长期的心理创伤，比如说霸凌啊、被虐待啊、被忽略。都比较容易有这个抑郁症的一个倾向，长大之后，可能跟他们的那些化学物质的形成有关系，或者是说心理的阴影啦。那这一节呢，其实我们对病因有一些深入了解哈。那下一节我们继续的关心抑郁症。好，那接下来医生跟医师呢将会分享怎么跟抑郁者患者来沟通啦。其实谈了2节的内容，我相信你们对抑郁症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没错，期望很高。是，考试时间到了，来考你们，你们一个人抽4张，抽4张，对，一个人4张，随便抽了哈，然后决定该说不该说的。不该说。好，所以这些是对抑郁者患者的话，哪些是该说，哪些是不该说。那如果答对有什么奖励啊？喝茶。花茶嘞。OK， 好，来第一个，来你来，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这句话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呢？我觉得这有点责备嘞，因为我觉得这是有点指责他说这是你，都是你。对，所以我决定不应该讲，就不应该讲，对不对？然后下一个，有时候我们都需要帮助，这正常。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多说了，因为我觉得他是讲我们嘛，就是你把自己跟他放在一起，要有那个同理心很重要。是。OK， 再来就是我们一起面对一样咯，一样道理，我们应该说的嘛 ，Together。下一个，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哇，这个有一点，这有一这有点点难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讲，对啊就是鼓励，我觉得可以因为讲。后果你不用承担嘛。对，来 OK 到马哥了，到国皇，你只是想引人注意啦。哇，怎么可以讲这种话？讲这种话还是人吗？这种对一般人都不可以讲啦。慢慢来，别着急。可是如果你有抑郁症的话，怎么慢慢来呢？你决定啦。我决定，现在你不懂你就决定，对不对？好，你很厉害。OK， 别说你为什么这么懒惰哦，这个更不能说，这个我觉得对不对不行。来，更不能讲。我理解你现在很痛苦应该 OK。 ，OK， 解决了。好， Jasper，我第一个是你想想那些比你更不幸的人，哇他应该会哦，更抑郁了。呀对呀， ，OK，那这个不可以讲。因为该说他已经提到关键词不幸。下一个，你你看起来很正常，哪里有哪里有病？病？哇，正常跟病这两个字可以讲吗关键。不可以讲我有病，他讲你没有病吗？是因为我一听到有病这个字，哦我就会觉得你一定是在讲我有病。哦，所以你看不要有病对这个字。对，来，别这么不开心，想开点。哇，这个其实我也是有跟我的抑郁症的朋友这样讲讲过这句话嘛。我讲了之后呢，你的那个朋友还 OK 吗？他没有理我了。最后一个啊，寻求帮助是勇敢的表现，我觉得 OK，应该多讲。这个 OK 我觉得要多讲对，。这个蛮正面的。所以我们现在请医生来做一个解答，你直接跟我们揭晓说哪一个是错的要换啊，这个应该放在你这边请。别这么不开心，这个不要讲，所以看你朋友没有理你了。其实我认为慢慢来，不着急，应该在这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刚才 Jasper 说别这么不开心，想开点，其实不应该多说哈，是为什么？对，因为他们抑郁的时候，其实不是他们不想开一点，而是他们不能够想开一点。你去叫他们想开一点，他们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更内疚、更难受。那如果我要表达这个意思，我应该要怎样讲呢？其实我们通常都有用同理心去帮助他们啦，所以 empathic statement，所以就是说，你看起来真的很辛苦。哦，不只是讲说我们理解，而是要讲出他们的心声。我们也可以告诉他，现在你想不开，可能现在你看不开，这是正常的，因为你的现在的那个状况就是这样子。可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像慢慢来，不要急，应该多说是。治疗过程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是快则至少几个星期，慢则可能甚至于半年。半年的时间，那你叫他快一点好，那他自己心里更着急，反而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好，所以 Jasper 跟那个 Marco 都很遗憾的，有一题没有答对哈。就说你很厉害啦。没有啦，我也可以喝茶了哦。来，好，那这个是什么茶？医师是这个呢是一个疏肝解郁茶这个茶的组成呢，它最主要有3种花是非常常见的啊。一个呢是茉莉花，那茉莉花呢，它最主要是疏肝理气开郁的。OK，那还有呢，合欢花，合欢花呢是解郁安神的。那还有一个呢，大家最常见的一个玫瑰花。那玫瑰花呢，它可以缓解我们抑郁的一些情绪。然后呢，也有美容美颜、缓解疲劳、疏肝解郁的一个功效。每一种花3克的用量。这个茶呢，它最主要是疏肝解郁，所以呢，它一般是用在我们刚才讲的抑郁症的第1期、初期的时候就肝气郁滞型的，那就比较适合使用这个茶。OK，有没有谁不给喝啊？基本上都可以喝，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女性来讲呢，就是玫瑰花的活血作用比较强一点啊。比如说经期的时候，就尽量玫瑰花少喝一点，那它会使月经量增多。很香，觉得怎么样？来，有一种甘甜的味道。哇，很普遍，因为你跟玉香站在一起，怎么会不香？哦，原来那个香气是从他那边来的。对，还有，是，因为我觉得说很舒服，喝了之后，而且很顺喉啊。对，玉香觉得呢？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个花茶特别的地方，因为3种不同的花嘛，对，所以说它有点层次啊，而且它完全没有加糖，对，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甘味，除了那个味道以外，还是很顺的，喝下去是蛮舒服的，很顺滑。OK。医师，我想请教你，有什么穴位可以对这个病情有帮助吗？
按摩还是按摩什么？我们中医呢是比较注重养生啊，是所以呢就是穴位呢，它有很多穴位，它是可以帮助一些解除一些烦闷呐，降火气，然后呢舒缓一些压抑的一些情绪。所以呢，特别是在那个抑郁症的一个初期呀，或者是说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那可以呢就是当做保健一样啊，平时也可以当做保健一样，然后找一些穴位来做一个按摩。 OK， 对，那我今天先讲一个是头部的穴位。好，那头部的穴位呢，我们就是有一套叫做醒脑安神按摩法。哎呦，第一个穴位呢，就在我们头顶的最高点，就是我们耳朵、耳尖，对百会穴耳尖最高点，对，往上连线的终点，这个就是百会穴，对吗？那百会就是百气之会，我们是人的气都在这个上面汇集在一起的啊。那百会穴旁开1寸左右呢，就是有一个叫四神冲穴，就前后左右各1寸。这个呢，我们就是百会穴加上四神冲穴，就是5个穴位。那5个穴位按摩呢，我们可以用食指跟我们的中指放在百会穴上，放在百会穴上呢，以头顶的中央开始开始按摩，可以顺时针方向顺时针按50圈。然后在逆时针方向按50圈，50圈，从内到外这样按。哦，那如果说有一些人说，哎呀，我的手指没有力，按了没有感觉，那怎么办呢？对，你就敲。用敲也行。你当然不可以在一个地方敲啦，就是中间两边这样敲。一般呢，敲100次就可以了。敲100次，你敲了以后，你会感觉头顶有点热热的，穴位的地方有点胀胀的感觉。 OK， 所以功效就让它醒脑安神。对，醒脑安神。好，那最后医生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抑郁症其实就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病症，跟其他生理疾病没有分别啦。是，所以是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的。是。好，那很多人也会混淆了，就觉得抑郁症跟焦虑症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以为是一样的。可是其实抑郁症跟焦虑症是好朋友，是共病。那很多人抑郁的时候看不到前景就会焦虑，那有焦虑症的时候太过疲惫的时候也会得到抑郁的。是，好，明白，真的是感谢医生给这么好的这个结论，对不对？没错。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旁边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他们有这个抑郁症，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呢，应该是拿出多一点爱心去关怀他们。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鼓励他们去找治疗、找医生。那关于抑郁症的疗法，还有这个焦虑症的资讯呢，我们都会在下一集聊到哦。好，所以下一集请继续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下期见。